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代版偶联受体中 GLP-1、GIP、GCG 等内分泌靶点的药物筛选的解决方案。在过去的40年中 ，GLP-1 也就是胰高血糖素样态，发现能被单独用于促进胰岛素的一个产生，治疗糖尿病。随后随着科研的研究的进一步发现 GLP-1 不仅对血糖的有调节功能，它还具有降压、减重、心血管保护等众多代谢功能。GIP 呢，它的配体是葡萄糖依赖的促胰岛素多肽，它的一个主要作用呢是调控胰岛贝塔细胞的增殖，以胰岛素的产生合成，从而发挥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一个状态。同时它也会增强其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胰高血糖素样态呢，它主要是由胰岛阿尔法细胞分泌的，能够抑制胰岛素的分泌，同时也能促进肝糖原的一个分解，从而升高血糖。然而，由于这个胰高血糖素呢，它还具有这个分解和代谢产热的一个作用。机动型的 GLP-1 受体胰高血糖素样态胰高血糖素受体激动剂呢，它会造成一个升糖的一个效果。同时，激动剂的 GLP-1 以及 GIP 呢，它会促进一个降糖效果。因此，这种多靶点的一个激动剂呢，它会相互抵抗，产生一个也会达到血糖平衡的一个状态。同时，激活型的 GCG 受体呢，它还会带来的一个能量分解作用，而 GLP-1 的一些受体激动剂呢，它会有抑制食欲的一个效果，因此它们可以在体重管理方面起到一个协同的一个效果。这3种受体呢，都是为 G 蛋白偶联受体，其序列上也是有高度同源性，因此在多受体激动剂开发方面提供了可能性。目前已有多种 GLP-1 受体激动剂加的药物申报临床或上市，并且在临床过程中呢，也展现了一个较好的效果。那什么叫 GLP-1 受体加呢？就是 GLP-1 受体激动剂与相应的一些其他受体激动剂的一些混合呀，或者是一种单一的是多激动剂的一个可能，它都会展现了一个较好的一种体重管理啊，以及调节代谢以及控制调节血糖的一个效果，也是目前的主要的一个针对的一些适应症。在多受体激动剂开发过程中呢，首先因为它是个多受体激动剂，所以说我们要分析它对每个受体的一个激活情况，因此这也就是有了功能细胞系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前景。而关于这个多受体激动剂呢，它也是有几种融合的方式。首先，第一种如左上图所示，它就是简单的由3个分子进行一个link 的一个连接，因此它对于3种受体激动剂的激活情况呢，它应该是均一的。而像第二种右上图所示呢，它就是一个杂合的形式，就是它是一种分子，但是这种分子呢与这种3种受体都会有一个激活现象，并且在这个激活的水平上呢，它对于3种分子有相同的激活水平，这主要通过一些相应的氨基酸的一些点突变以及结构的一些优化达到这个目的。而左下图呢，它就展现了一个不平衡的一个杂合，或者叫偏向性激动剂，即它对于多种激动剂中的一种或几种有一种更强的一个激活效果，但是对于另一种呢，可能它的激活效果较差一些。无论这几种激动剂呢，它都是需要
针对于它的药物开发呢，主要是希望针对于该适应症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的一个情况，同时更好的避免它的一个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这是目前已开发的几种右下图展示的各种目前已开发几种受体激动剂，它对于这个受体激动剂呢都是一种偏向性激活。从这种展示的数值可以看出，它目前都是一种采用5:1的一个效果。此图展示了在多受体激动剂开发过程中，它的一些对不同受体激活情况的一些分析。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受体激动剂呢，它对于这个不同的受体呢，会有一个不同的激活水平。我们可以用这个功能细胞系去检测这种水平，或为这个多激动剂的一个开发以及这个结构的优化呢提供指导。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检测不同的多受体激动剂呢，它对这个贝塔 aromatic 信号的一个偏向性的一个分析，可以从而达到避免或减少或避免它的一个副作用，从而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药效的一个情况。关于 GLP-1 加药物的开发过程中呢，还会有一些偏于它的一个机制的一个研究，就是比如说这个3受体激动剂呢，它的作用方式呢，可能是分别作用于每种细胞上的一种受体，那这样它的一个产生的一个效果呢，可能是比较均一的。它另一种方式呢，它可能作用于同一种细胞中的3种受体，因此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功能去模拟呢，我们就需要采用一些功能细胞株，比如说对一些工具细胞呢进行一个过表达某种受体，或者说是敲低某种受体，从而更好的去还原这个药物在体内与这个细胞的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从而更好的筛选到理想的一些药物。最后介绍一下赛叶细胞服务平台。赛叶细胞服务平台呢，可以针对多种细胞，包括 iPSC 细胞、工具细胞、肿瘤细胞等细胞进行基因编辑，包括敲除、敲入、过表达，同时还可以提供上游的病毒包装以及下游的检测等一站式服务。我们的优势呢，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的交付周期短。由于我们的基因编辑效率的比较高，因此我们的周期可以相较于其他的一些公司展现出更好的一个优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基因编辑技术，因此我们可以使我们这个编辑效率比较高。第3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已制备了多种功能细胞株的一个产品。第4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提供体内体外完整的一套的解决方案。我今天的分享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聆听。